你觉得自己是自恋的人吗？你会很小心避免让自己看起来不要那么自恋，还是会很大方的承认我就是好棒棒的人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自恋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在我们的社会文化影响下，不少人被别人称赞的第一反应可能会是说没有啦，过奖了，我其实没那么好，或是我这样根本没什么。因为做人要谦虚不自满，都是我们从小被灌输的观念。相反的呢，自恋往往会被贴上讨人厌啊、骄傲跟看不见自己缺点的标签。但是自恋的人那种超喜欢对自己非常陶醉的样子，真的有那么糟糕吗？完全不自恋，真的又有这么值得推崇吗？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我们还是按照惯例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日本终于开放自由行了，我相信很多人一定迫不及待想要请假买机票了吧？今天要介绍的一堂旅游类线上课程呢，讲师是日本爱情动作片资深影评中子通。这位老司机的中子通呢，会在课程当中与大家分享不会日文也能够风俗自由行的方法。透过口耳教学，就算你是只会说阿里嘎多的外国人，也能够实现泡泡浴的梦想。还有老司机的经验谈，教点识破风俗宣传的潜台词，避免踩雷。而其他包含不同等级的服务内容、各地风俗热点、日本风俗评比网站，中子通老师都会全面的介绍，对有需要的人肯定会非常的实用。募资优惠限时倒数中，可以划算圆梦机会，务必把握。搭配志祺77专属折扣码，还可以再省240元。现在就点击资讯栏，踏出梦想的第一步吧。一般来说，一个人对自己的外貌、性格或者是行为有超乎常态的喜欢、爱慕跟关注，我们会说他很自恋。而且自恋跟自信不同哦，自恋还包含了不切实际的成分。也就是说，自恋者眼中的自己呢，会比他人眼中或是客观现实的自己还要再更好一点。那当然也可能不止一点，而是好非常的多。也就是说呢，每个人自恋的程度可能差异很大。因此，过去就有心理学家克雷格·马尔肯博士跟同事们一起发展出了自恋光谱量表，让每个人可以自评，或者请身边亲近的人帮忙评自己自恋的程度。马尔肯博士跟同事们认为，中庸程度的自恋是对心理健康最好的，极端的自恋或是不自恋都有可能引发问题。所以在他们定义的这条自恋光谱上面，自恋程度从最低到最高可以分成自恋不足、健康的自恋跟过度自恋。想不到居然还有自恋不足的问题吗？这听起来或许有点难想象，毕竟一般我们身边会被冠上自恋标签的人都不太讨人喜欢。感觉上自恋的特质是在社交上面都是负面的效果，但其实有研究显示，对着不认识的人自吹自擂，可能真的有办法提升别人对自己的第一印象，让别人开始对你产生浓浓的兴趣或者是好奇。但问题就在于当彼此熟识了之后，这种往自己脸上贴金的效果就会消失，甚至如果实际的状况跟当初吹捧差太多，这种高期待之后伴随着高度失望所造成的反效果，可能比原本就没有期待还要更糟。而另外，自恋者更让人讨厌的，除了夸大的自满与欺骗之外，可能还包含他身上所散发出那种好像觉得自己比别人都好的优越感，这会让身边的人感受到被贬低的感觉，也会让自恋的人感觉起来比较难以合作跟亲近。更严重的是，如果自恋的程度太超过的话，甚至会变成一种精神疾病。过度自恋的人有可能其实是患有自恋型人格障碍症，这些患者会夸大自己的成就跟才能，觉得自己的地位还有重要性非常的高，所以别人应该要给自己特权，顺从自己，而且也非常需要别人的称赞。除了自大骄傲，这些患者会缺乏同理心，甚至会利用剥削他人的方式呢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更可怕的是，这些症状有的时候呢是包装在善意的行为底下，例如有人呢总是会送非常漂亮昂贵的衣服给自己的伴侣，看起来是为了对方好，但其实有可能是出自于我可以决定你要穿什么的出发点。如果真的是这种状况，跟这类型的人相处久了，他的伴侣可能也会被煤气灯效应给操控，变得越来越没有自信，会自我贬低。对了，如果你还不清楚什么是煤气灯效应，等一下可以回头来看看这支影片哦。那话说回来，过度自恋好像真的蛮可怕的。那相对的，完全不自恋，乍听之下好像没什么坏处，但真的是这样吗？
当我们说一个人完全不自恋，通常会算是一种赞美，觉得这个人好像很谦虚、好亲近，非常善解人意，也会顾及别人的感受。但某种程度上面来说，完全不自恋或是自恋不足的人，可能隐藏着自我贬低跟自我价值感低落的隐忧。这样的人呢，可能打从心里就完全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好的地方，所以每当有人称赞他们的时候，都会感觉非常的不自在，不知道怎么反应。也因为对自己没有信心哦，所以对外他们常常会过度的顺从别人，任人摆布，而对自己呢，则是不敢挑战自我，跳出舒适圈。即使这些人可能在学业、工作上面得到了很好的成绩，也还是会一直对自己说：“我这样子根本没有什么，我这一次只是侥幸，或是我其实没那么好。”之前我们也曾经在冒名顶替症候群这支影片里面谈论过，有这种特质的人呢，因为常常会处在自我批判、自我厌恶的状态，久了很可能会产生忧郁啊、焦虑或其他心理方面的状况。总而言之一个人太不自恋或太自恋，都会引发不一样的问题。那么现在的重点就是，适度的自恋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呢？所谓健康程度自恋的人，通常是喜欢自己也能够大方肯定自己的人。虽然有的时候他们可能确实是对自己过誉了，但是这样子的美好想象其实是面对挫折的保护膜。因为一次的失败并不会马上否决他们心中那个我很棒的信念，而且为了要满足那种我其实更好的自我认可，他们经常会去尝试有点高出自己实际能力的挑战，也因此更有机会获得成长。但同时，这样子的乐观也不会太脱离现实，他们基本上还是可以看见自我的局限性，并持续的自我进步。已经有不少的研究证据指出维持这样子健康程度自恋的人，生活的满意度会比较高，生活的比较快乐，忧郁的状况呢也会比较少。不过刚刚描述了健康的自恋这种积极啊、励志的状态，简直就是动漫主角才会有的性格吧？一般人真的做到吗？其实应该是有机会的哦。一个人看待自己的方式，同时会受到个人、家庭、环境、社会等等的多种原因一起共同影响。那虽然听起来很复杂，不好改变，但从过去的研究证据来看呢，健康程度自恋的人，他们也都有个共通点，那就是安全型的依附类型。这些人从小就会从他们跟照顾者的互动当中，建立了我是值得被爱，他人是可以信任的世界观。那如果很不幸的小时候没有好的环境，让自己发展成安全型依附，要怎么办呢？其实也别太绝望哦，因为一个人的依附类型其实是可以随人生经历转变的。比起透过心理治疗或随着人生经历自我成长，还是有机会慢慢调试成比较安全型的依附类型，让自己对于自己的看法跟着转变为比较健康的自恋程度。而另外，如果你现在已经是属于自恋不足的状态，有专家提出一个可以尝试的练习：每当自己达成什么目标、完成什么事时，就想象一下，如果现在是你的小孩、你爱的人达成这些事，你会怎样替他们开心，怎样替他们庆祝，然后再用同样的方式替自己开心跟庆祝。这样练习久了，或许能够比较自在的承认自己的优点跟成就，也能够学会以比较正向的观点看待自己。而至于过度自恋，甚至是自恋型人格障碍的这群人，他们可能就比较难以自我觉察。这个部分呢，就得仰赖身边的人多多关照，并寻求相关的心理专业建议了。在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要先特别的感谢志祺七七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运作这个频道，跟大家一起研究各式各样的问题，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从小到大，我们社会好像都常常觉得自恋是一种不好的特质，尤其以前的年代，不要过度表达自己，谦虚内敛也是很受到推崇的美德。但有的时候我们在电影啊或者动漫上面看到一些非常有自信的角色，不但不会觉得讨厌反而还蛮羡慕他们展现出来的样子，觉得这种人有一种神奇的魅力，才渐渐意识到其实自恋未必都那么不好。不过就算到了现在，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好像表现不错，下意识呢好像还是默默的提醒自己不要太自满，要看见自己还不足的地方，然后因为对自己不满意，所以继续追求更好，又会觉得好累，好像永远都没有尽头。那当然这一支影片并不是要告诉大家谦虚不对，要自恋才好，但我们希望透过今天的分享，可以让那些已经习惯自我批判、很难放过自己的人知道，偶尔小小的自满一下真的无伤大雅，而且还能够让自己更有动力继续走下去。很多事情最难的地方呢，就在于拿捏那个刚刚好的状态实在是超难的。要看见自己的缺点，又要喜欢自己的样子，虽然不简单，但我们相信慢慢的练习跟调整，还是有机会让我们渐渐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状态。而最后还是不免俗的提醒一下对每个人来说呢，自己感觉最舒服、最自在的
自恋程度可能都不一样。用量表评量呢，只是提供一个参考，最重要的还是要忠于自己真实的感受跟想法哦。好的，那最后想来问大家，你觉得自己是健康程度的自恋吗？我觉得是哦，我对自己的看法蛮正面的，但不会过度乐观到脱离现实。比如我觉得自己比较像是自恋不足的状况，常常自我贬低，没有自信，所以我觉得自己可能有点太自恋了，自己想的常常跟现实差很远。第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怎么维持健康程度的自恋。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梅基能效应以及冒名顶替症候群的相关影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准备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力，我是美食队芊芊，这是皮亚哥，我是志奇，我是徐波，我是吴子，有 Walkie Boy。哈密 Video Cat 网红馆发烧强片14天抢先看，恰恰，独家喜剧大片会员无限看。Look at me， 都烂人嘛！他们